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个小红点儿。首先，你看这个小红点儿，它还是红色的，红底白字，字体也没有问题，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小红点儿。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这个小红点儿真的是一个非常正经的小红点儿，它真的是一个小红点儿。那它在各种情况下的反应和表现如何呢？专业严谨。你看这个小红点儿在室外，现在在室外的光线，它的这个反射的效果，哎，看起来真不错，美。好，现在我们又来到了室内，你看它在这个室内的光线，这个小红点的反应，哎呀，这个性能也是非常棒嘛。你看它的反射，这样你把这小红点是吧，带到聚会了，带到餐厅了，带到咖啡厅了，带到酒店了，它的表现还是一如既往。这简直是市面上你能见到的这个小红点里面相当良心的一款，表现如此出色，不管是各种场合、各种光线下，它的反应都一如既往的优秀，而且售价才仅需要2000块。这我甚至都还没说完，你购买这小红点的话，他们还附送你一台相机。Leica Sofort。 Leica Sofort 这台相机主要特性包括前面有一个尺寸还算不错的小红点，镜头上写着徕卡，后面呢写着 Designed by Leica Camera Germany， 别的就没了吧。首先你一定要记住，你这2000多买的是这个，然后这个时候你手里竟然还能拿着一台这个相机，你已经赚到了。所以一定要怀着感恩的心，足够的开放，足够的包容，足够的接纳，你以这样的心态来看这台相机，你就会发现，还是让我们先别急着下什么结论。这类相机毕竟还是可以去做一些特定的事情，比如说讨女孩子的欢心，对吧？所以就让我们先来讨一下女孩子的欢心。哦，不对，相机，我是说感受一下这台随 logo 附送的相机。客观的说，这么一个小玩意儿拿在手里，是吧？设计也挺漂亮的，然后呢，做工也说得上精致，挺招人喜欢的。不要要求更多嘛，怀着感恩的心，一摁它就开机了。你看前面镜头也伸出来。当你开机以后，先不管别的的话，它就跟一个正常的很简单的相机一样，这儿有个小观景窗，然后快门在这儿，你就摁就是了。它还是有一些基础简单的功能，比如说这个3显示的就是里面还剩3张纸，下面呢是它的镜头的焦距，这种拍立得它都没有非常准确的所谓的自动对焦什么的功能，它都是泛焦的。然后它有2个档位模式嘛，你看这是0.6米到3米，然后你拧一下镜头，它就到了3米到无穷，根据你拍的距离都不同。而且呢，当你到3米到无穷的时候，你知道你的闪光灯就没用了，它也就直接自动给你关掉了。然后呢，如果你摁这个 mode 的话，它里面有一些模式，你像这个应该是它就给你调到很近了，因为你是它是这个图示嘛，你是拿着相机在自拍。然后下面这种呢，聚会合影什么的，这就不知道干嘛的了，你们体会一下。运动，反正就是很傻瓜的这些了。这类即时显影相机是没有我们真正相机上那种精确对焦的，它只能分成基本上在景深范围内的几段，大体上获得清晰的画面。你也可以理解成是几段孤焦。所以呢，你看花了2000多，得到了一个小红点，还附送了一台相机，已经很爽了。但是有人说这个相机是一个别人富士的 Instax Mini 90贴标换壳版，这就让人很不爽了，对吧？对于这个问题呢，很容易解答嘛。
你看这明显这就完全不一样嘛。虽然尺寸是差不多是吧？但是你看这拿出来一看，这明显富士的塑料这一看就比徕卡的塑料便宜很多嘛。你看徕卡这塑料看起来就相当的贵啊。三脚架接口，富士的在这儿，徕卡的在这儿，这怎么能一样呢？这么大的区别，如此巨大。你看，虽然是吧，跟这个机身电路设计有关的，还有它内部功能有关的这个部件，它的位置都完全的一样，但是你看，富士这儿有快门，徕卡就没有，对吧？哪儿都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虽然它们的取景窗也在同样的位置，但是你看是吧，颜色都不一样。你再深究一下呢，我们把电池拿出来。你看，把电池拿出来，完全不一样嘛。虽然手感、尺寸是一样的，你看这触点肯定，触点也是一样的。你看这边也是一样的。哎，但是你看富士的电池嘛，这写的 Fujifilm， 你看徕卡的电池，哎呀，你看见没？看见没？这5枚神奇的字母。它就是不一样的嘛，非有人说一样，这能一样吗？接下来再说到他们的相纸啊，你看这怎么能一样？徕卡的相纸，这盒子，这无比出色的是吧？这应该叫什么呀？平面设计。你再看富士这相纸，看着就很便宜是吧？这怎么能一样呢？这巨大的区别对吧？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把这个也打开。然后你看，你抽出来一盒里面的包装，这说这2个纸一样的人都怎么想的？你看这能一样吗？这能一样吗？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绿色，绿色认不认识啊？绿色就是你不希望出现在你帽子上那个颜色。看写的多清楚 ，Leica Camera AG Instant Film。你看这儿呢 ，Fujifilm Instant Color Film。这哪儿都不一样，这怎么能一样？你再撕开它是吧？你把它打开，你看你把它打开，这怎么就能一样？这太大的区别了，这怎么能一啊？哎，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游戏，哪个是徕卡纸，哪个是富士纸？不，你不应该这么想，你知道吗？这一盒纸多少钱啊？149啊才！你看见红点了吗？鉴于这2盒纸，我们也就不区分了，我们把它塞进去。这边是出片的。然后你塞进去之后呢，它会前面那个挡光的这一张就出来了，就是跟富士啊、跟其他的拍立得都一样的。富士的 Instax Mini 90一样，我们把它也塞进去。一切准备妥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们也知道，十组 A/B 对比。走你！富士，我放在远景嘛，这样它就确保这个镜头肯定是在3米到无穷这个。哎，它怎么闪光了？徕卡没闪吧？哦，对，这2个纸真的有区别。哎，我还没装错，这2个纸真的有区别，在于你看到出来的这个地方，富士的纸印的是富士，徕卡这儿印着徕卡的那个网址。0.6到3米这叫什么呀？这个泛焦的那个范围，徕卡的也是。这时候相信你们都很想看到结果，相信我，当时的我也很想看到。但是说实话，我其实当时相当确定这2台相机拍出来效果不会有什么区别，再加上相纸显影也需要个10几分钟，所以我也并没看，只是先拍，而拍好了那些就都先放裤兜里了。哇，
这个对比简直太科学了，出纸都是同时出的。我喜欢徕卡的这个，就是它镜头的你的这个焦距范围的调整，拧一下镜头这一圈就行了。还是对于经常玩摄影的人来讲，还是更直觉。富士这个很费劲，你只能通过这个 mode 来调。还是说我不知道，我还没有完全会用这个拍立得。勉为其难还是要试一下自拍。闪锁，你知道的，作为一个专业严肃的主持人，在这样对比的时候，我是多么的认真，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手里的2台相机之上，心无旁骛。哎，你好，你好，我看您用徕卡 T 啊，所以给您打个招呼。我们正好拿这个您有关注吗？啊，有啊，这你们颜色都有吗？我们不是卖的，没有，这是我们我们朋友，然后前一阵买的，然后我们在做一个小测试。啊，那您是一直是徕卡用户了，对这个感兴趣吗？感兴趣啊。是吗？真的？来，先拍一张，先不要多说，先让我拍一张。好吧，那我们。哎，你站在这儿吧。好。我会觉得蓝的好看。蓝的，你们一开始看的哪个色呀？橘色。啊，那个色我觉得不如这个显得怎么说呢？显得更文艺点。我拿这个再拍一张。哦，好。你要看一下吗？随便看看什么的。哎，它这个不用等那个，就是一闪完就能拿出来，这就已经出来了，但是它显影需要一段时间。买。哎，你们这个为什么这么早能拿到？专柜不是还没上吗？因为我们是哇，这么说出来显得我们是专业媒体。这样啊。对。哇，很有品位啊！你怎么想到买 T 的？为什么买 T 啊？你用那个？因为 M 买不起，买了 T。T 很好，T 很好，我特别喜欢 T。这样啊，我觉得我这个镜头好。18、55是吧？这个镜头蛮好的，在所有的18、55这样的镜头里面，这个镜头蛮好的。那可以再买一个23 F2，那个镜头也不错。行，那你们玩着，谢谢。然而，我当时竟然因为等显影的时间，忘记了给姑娘们看拍到的照片，于是我们又被叫回来了。是这样的，因为你看它的显影很慢。你看这是刚才拍的吗？它显影完成以后就是哪个是徕卡拍的？后面有写。一张徕卡一张，那有没有什么区别啊？这2张？我也不知道，我这不是所以也在试嘛。但是算显影完成了吗？还没，应该是还需要再差一会儿。好，我再给你拍一张吧。要这么大头吗？哎呀，你颜值这么高，不怕大头了？我们大头一点。来，我再用这个来一下哈。好的。哎，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就曝光就很明显，有曝光过度的感觉。这个细节多一点。对啊。这就面部轮廓就出现的，你有觉得吗？就这边完全这个脸更亮一点，这个。而这是我当天第一次发现这台相机真的有区别。我们在讨论的是右边这组，你看到面部完全过曝的是富士，而下面层次更强一些的是徕卡。另外，徕卡的色调偏暖一点。哎，真的是这样的，对，富士这个会更亮一点。接下来我们再看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单人大头照，你看就是一点一点慢慢的出来。这张可能真的是徕卡。对真的很明显，那就不是一张2。盲测出结果，对，真的，这么看来真的徕卡好一点。美女都说徕卡好了，我还说什么？真的是徕卡好。我把它拍下来。哎，这样吧，你稍微我们再等一下，然后等就是这2张给你拍的这个也显影完成了，然后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摄像机，然后把它这个照片的画面拍一下，然后这照片就送给2位了，就没什么。对啊，真的没什么问题。我本来相当确信徕卡和富士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要不是因为这两个姑娘，对比照片我当时都没看。真的审视一下这两组对比，左边这组右侧是徕卡，右边这组下面是徕卡，你们就不要往照片后面看了。徕卡的测光更准确些，而镜头也确实不一样，带一些暖调，整体观感毫无疑问的确实是要比富士好。姑娘盲测完全很大区别就能看出来哪个是徕卡拍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赶紧来审视一下之前的这些照片。然后你看这两张，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我盲测的话，应该这个是徕卡，但是细节上倒是没什么区别。对，这是徕卡。这个徕卡喽，对吧？对，没错，这个是徕卡。而且，如果你看曝光策略的话，闪光灯都开完了之后，这个右边这个姑娘的衣服的条纹你还能看到细节，但是左边的就已经死白了。这一张我觉得不好说，因为以刚才那样来说的话，徕卡应该是它的曝光策略可能更多的保存了高光细节嘛。但是你看这个在这两张的话，这个地方这个阴影的细节，这个就完全没有掉了，这个就还有。我不说哪个是哪个了，但是我的判断是下面这个观感会好一点，你觉得呢？大家都同意吧，对吧？然后下面还是徕卡，这颜色区别很明显了，这就一下子已经熟悉了这个风格特点，就很容易猜哪个是徕卡了。但是哪个更好呢？这个我觉得还好，这个两张都还不错。好，请你们无视掉这个大脸，单纯从细节上来看，肯定这个还是要好一些。这次这个是富士了。哦，这是那个。但是因为我举的距离不同吧，可能你看我手举的距离不同。如果你现在直接调细进度条，你会发现我当时手臂伸展是相同的。然而我们在现场并不知道，合理的猜测就是距离变了。因为刚才这个自拍的这张样张。我这个距离好像不知怎么变了，我就重新来一下。手也伸直了。第二次对比出来还是这样，而且两次大脸的都是徕卡，两次脸小一点、正常一点的都是富士。也就是说，要不然他们镜头的。就不是要不然就是他们镜头的焦距不同，因为我的手都是举到最远端了的，所以呢，抛开别的不管，这个在自拍上我认为富士是更有一点点优势的，明显这个观感好一些嘛。那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你有没有发现在这样自拍的时候，两个镜头焦距确实不同，但在其他的照片里并看不出来两张镜头的焦距问题啊。好，现在气氛发生了诡异的变化，我们一直都在非常开心的、非常自由散漫的边溜达边吐槽，但是突然气氛凝重起来，我们几个技术党、技术宅 geek 开始了严肃的讨论。这个自拍的时候，就是它放在最近对焦距离的时候，它的焦距明显是不同的。这说明这两个镜头的对焦的呼吸效应是不同的，而这也恰恰说明了这两个镜头不一样。所以，之前的调侃啊什么的都放一边，这个至少可以证明这个徕卡和富士的这两台拍立得，它的镜头和拍出来的画面效果是不一样的。而它的效果拍出来到底观感好不好呢？你可以倒回去看一看刚才我们跟那两个姑娘聊天，是吧？人家姑娘怎么看？说到这儿，细心的朋友会发现，我们到底还是徕卡相机用了徕卡纸，富士相机用了富士纸。而你如果知道排列组合和控制变量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就会知道故事还没结束。没错，我们还用同一台富士相机，分别装进徕卡纸和富士纸也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徕卡纸的色调即使使用富士相机也是要更暖一些。所以我只是陈述事实，那就是根据我们的测试，徕卡纸的包装、密封袋、纸的画面表现，还有纸本身背面的标志之类，都和富士不一样。事实上，唯一一样的就只有那个黑盒子。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徕卡纸是富士代工，而出现色调差异，当然也可能和批次相关。但还是那句话，
关于这2种纸到底是不是一样，你当然可以继续进行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我只是陈述我看到的事实，就是除了那个黑盒子，别的表现现在都不一样。拍个远点的景，我还是放在这远景的模式吧。它又闪光了，放远景你闪什么光啊？这显影还没有完全完成，但是也基本上能看出非常大的区别了。你们要记着，刚才徕卡闪光灯没有触发，因为就放在远处，它闪光灯就自动关掉了，没有用。富士的还开了闪光灯。然后你看这2张，你觉得哪个是徕卡，哪个是富士？哼，右边的这个是徕卡。我们看到虽然开了闪光灯，但富士的这个阴影的部分还是一片死黑，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细节。而徕卡的这个呢，你看它的不管是树还是这个树根下面这些地方，阴影的地方细节还是更充分一点。这其实就是徕卡的测光更准一点吧。现在呢，2盒纸也用光了，然后在这盒纸开始拍的时候，我还是那样一副态度，现在已经变成了这样一副态度。你想想，跟一张尤其是即时成像的照片有关系的就几个因素啊，你什么都不能调，就一个镜头，然后它自己自动的曝光和这张相纸。那除了相纸用的富士的镜头和它自己的曝光策略，这都完全不一样的。徕卡的就是比富士的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可以很安全的说，我们现在结论换过来了，不是你单纯的买了一个标送了一个盒，然后这盒其实就是富士，不是这样的，而是徕卡就是借用了一下富士的这一套工业标准，但是真正跟你的照片有关系，你的拍出来的画面有关系的很大一部分的东西都是徕卡自己来进行调教，而且他做的还是真的非常好。好，那本期呢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相机逻辑，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那在微博搜索相机逻辑，我们也有公众的官方账号，包括我们这几个主创人员的个人的账号。关注这些呢，你就可以收获到最快最及时的更新推送信息，还有一些我们平时的制作幕后，或者是我们带来的一些周边产品啦，各种花絮信息。总之，感谢大家支持，敬请关注，谢谢。